男人邀请夫妻朋友来家里玩惊险刺激的游戏，4男3女，这简直太疯狂了。故事还要从他们年轻时说起。4个男孩结拜为兄弟，他们约定了发达之后谁也别互相忘记。34年之后，男孩们变为油腻中年大叔，老大成了顶级整容医师，还找了个心理医生妻子。他们住在市中心豪华大平层里，老二则是混得最好的那个，法院的检察长，不仅有权还有钱。他对人和善，但是对自己的妻子却没有好脸色，因为他的妻子只是个普通的全职主妇。二嫂曾经也是个大美女，奈何被家庭琐事消磨，再加上丈夫很久没有交公粮，她显得十分憔悴。于是她偷偷脱下内裤，准备找个机会逼丈夫就范。老三则是个花花肠子的富家公子，他找了个比自己小1轮的白琼美。这天大嫂邀请他们来家里做客，一上来大嫂就对着老二一家炫耀，一会儿炫耀自家的鳄鱼皮沙发，一会儿又炫耀意大利进口的陶瓷浴缸。二嫂眼里满是羡慕。没一会儿老三一家也赶到了，他们一起讨论着还没到的小四，还有四弟那个从未露过面的女友。过了一会，门铃响了，四弟风尘仆仆地赶来，大家异口同声：“你的那个女朋友呢？”四弟尴尬地笑了笑，随后说到他生病了，没办法赴约。饭桌上大家说说笑笑，大嫂提议我们可以玩一个游戏，所有人把手机放在桌子上不许动，电话也要开免提，要玩就玩个惊险刺激的。饭桌上的人个个面面相觑，但是拒绝的话又显得自己有失心虚，那么大家硬着头皮也要上。游戏正式开始，大家的内心都充满了忐忑，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。第一个接到的电话的是老四，打来电话的正是老四的父亲，他问老四什么时候去找工作。大家这才知道，老四说自己在中学上班是骗人的，原来他失业在家啃老已经很久了。大家开始等待下一个幸运儿。席间大哥以咨询法律问题为由，把二弟叫了出去。大哥说出了自己的秘密，他瞒着大嫂，将这栋豪宅和自己的医院全部抵押了出去，去投资了另外一个项目，没想到竟然是个骗局。目前看来怕是要血本无归了。二弟直接惊呼一声，大哥随后说道，为了这件事他都抑郁了，已经沦落到要去看心理医生的地步。于是他想问问老二有没有什么办法减少一些损失。老二无奈地摇了摇头，估计这些人早已携款潜逃，恐怕很难追回来了。大哥失魂落魄地回到座位上，此时第二通电话响了，原来是有人给大嫂打的，原来是他的整容医生问他什么时候来做手术。三弟妹则感到困惑，他问大嫂不是曾公开表示最讨厌整容医生的吗？大嫂则尴尬地笑了笑，说那都是为了迎合观众说的，挣钱吗不寒碜。一旁的二嫂却深感尴尬，原来那场讲座唯独没有邀请二嫂，摆明了是看不起她全职主妇的身份。餐桌上的氛围剑拔弩张，男人们急忙扯开了话题。二哥在心里盘算着，大哥一家看似住着豪宅光鲜亮丽，实际上是败絮其中，甚至夫妻俩还互相隐瞒对方。不过二哥自己也有秘密，他把四弟拉到一边，巧声地说自己前不久认识了个女人，每天晚上都会和他打电话，还会给他发性感烧照片，而他担心一会儿事情曝光会被自己老婆发现，恰好他和四弟的手机型号一样，希望可以换一换。四弟原本以为二哥这是找了个小嫂子，没想到那女的比二哥还大，这下他真是想不明白了。这时二嫂的邻居给他打电话，他连忙接通，说自己在参加大哥大嫂的聚会。邻居也来了劲，忙说就是你经常说的那个爱显摆的心理医生吧，还有他老婆未婚先孕。没等他说完，二嫂手忙脚乱，急忙挂断了电话，场面一度非常尴尬。此时的大嫂在一旁满脸吃呕的表情。没过一会，几个男人齐刷刷收到了高尔夫球场的短信，唯独穷困潦倒的四弟没有。原来长大后的生活还是有许多不同，四人的关系也不似从前那么纯粹。三人拼命解释，而四弟只觉得他们碍眼。一波未平一波又起，三弟的手机却在这个时候响了，原来是他们哥仨常去的餐厅女经理发来的短信。几个男人一脸看好戏的表情，就差没捂嘴笑出来了。三弟妹却极力为老三辩解，还说自己老公是难得典范，绝对不会背叛自己。其他哥几个只能笑笑，老三是个什么样的人，他们几个心知肚明。随后四弟觉得这场面太过尴尬，借口吃撑了要去锻炼一下，借着他出去的由头，三哥俩又约定了下次还要去打高尔夫球。突然四弟一个响屁，直接把大哥吓得打翻了酒杯。大嫂趁着给大哥整理衣服的间隙，质问大哥为何要找别人做心理咨询，大哥则先发制人，质问妻子为何要找别人做整容手术。随后他又说到我们两个人之间都有秘密，不说出来是体面，说出来就只能撕破脸皮了，互相有所保留才是最好的一面。大嫂被说动了，俩人一起回到了饭桌上。10点刚一过，二哥的手机上就收到了性感的照片，只不过手机现在在四弟手里，大家都纷纷赞叹，没想到一向老实的四弟竟还有这种癖好。饭桌上顿时哄堂大笑。大哥这边收到了警局的电话，原来是大哥涉及的那起诈骗案有了一些进展，他正犹豫着要不要接通，大嫂却立刻挂断了电话。
他说这一定是诈骗，好端端的怎么会收到警察的电话呢？几人正七嘴八舌的讨论着，二嫂的手机上又跳出一则养老院的广告短信。原来自从婆婆来之后，二嫂就觉得她跟二哥没有之前亲密，她还总是被婆婆嫌弃，而丈夫也总是站在婆婆的立场上思考，于是她萌生了将婆婆送进养老院的念头，这让二哥大发雷霆，他斥责起二嫂，这是那些不孝子才能做出的事情，你是想让我被人戳脊梁骨吗？眼见场面乱作一团，大嫂连忙提议一起去露台上赏月吧，月光是那么皎洁。三弟这时提议我们大家一起来拍张合照吧，于是他顺手拿起三弟妹的手机，就在他准备按下快门键的时候，三弟妹前任发来一条硬不起来的短信，在场众人立马咳嗽回避，三弟妹连忙解释那是前任养的小公狗，之前带去配种出了问题，这才来请教身为兽医的自己。说完就把前任直接拉进了黑名单。过了一会儿，大嫂他们的女儿打来电话，她说自己喜欢的男生明天就要去服兵役了，她想和他共度一晚。大嫂极力反对，毕竟成年人都知道这意味着什么。母女俩在电话里僵持不下，一旁的大哥却缓缓发话了，他说作为父亲我本应该勒令你马上回家，但是作为过来人，我想说每个人都有自主选择的权利，如果你觉得这件事会后悔，那么你就回来，如果你觉得这件事是个美好的回忆，那你就大胆去做吧。大嫂这才明白，大哥原来是用另一种方式来让女儿学会成长。二哥这边，他的手机不停地弹出消息，一个男人不停地问他你在哪里，其实这是四弟的手机，因此他只能谎称这是同事。电话那一头的男人因为久久得不到回信，直接打来了电话。四弟露出痛苦的表情，祈祷着二哥不要接通电话。没想到二嫂率先拨通了免提，电话里传来粗犷的声音：亲爱的，我好想你，谁也阻拦不了我们的爱情，希望你的朋友也能接受我们。说完，男人挂断了电话。饭桌上现在是死一样的寂静，二嫂的表情尤为突出，她一脸不可置信地盯着二哥，二哥只能疯狂地为自己辩解：我都有3个孩子了，怎么还会是基佬呢？大家谁都不敢说话。明秀又发来一条短信：想念你的香肠，这让二嫂彻底爆发，怪不得这2年你对我看都不看一眼，原来是被野男人捅了。二嫂气愤地走到阳台，此时的夜晚是那么寒冷凄凉。三弟这边也接到了电话，先生您定制的婚戒已经完工，可以来取货了。三弟妹纳闷，婚戒在自己手上好好戴着，那这是给谁的？就这时，那个餐厅女经理打来了电话，三弟妹一把夺过手机，里面传出女经理娇羞的声音：恭喜老公，你要当爸爸了。此话一出，全场人都听呆了。没想到三弟这边也来了个大的，更炸裂的还在后面。大嫂把三弟拉到房间里，随后把耳环取下来给他，原来他也和三弟有一腿。这也解释了大嫂为什么要去偷偷隆胸，因为三弟他就喜欢胸大的女人，他十分后悔，觉得今天不该玩这样的游戏。成年人的世界就是如此的虚伪，一旦窗户纸捅破，就只剩下了肮脏和欺骗。几人在这里面面相觑。四弟见状也决定不再藏着掖着，他说二哥刚才那个手机是他的，他出柜了，这也是他为什么会被学校开除。而他知道自己这些朋友都很传统，他担心他们的眼神会伤害自己的爱人，于是他只身一人来参加聚会。而三嫂也看出自己丈夫是个渣男，她决定彻底离开这个男人。临走之前，她鼓励四弟保护好自己的爱人，随后摘下婚戒转身离开了。见寿不驻场，三弟也溜走了，宴席就这么散了，留下满地狼藉。桌子上的戒指还在不断转动，仿佛只要时间倒流回去，大家还能似从前那般和气。有层面具让大家装下去，而现在撕开这虚伪的一面，大家都无法再扮演下去。这部影片无情地展示了成年人残酷的世界，也揭开了婚姻这辛辣的真相。每个人都有秘密，也许就如同大哥说的那样，互相揭露只会两败俱伤，彼此保留这路才能走得更远。看完这部影片，你有什么想法？也可以在评论区交流。感谢你的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